欢迎来到明星新闻中国渠道，点击订阅频道，不要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。赵丽颖为什么总是那么温柔有神？邢台医美李学英告诉你秘密。赵丽颖的新月型双眼皮中宽边窄，弧度圆润如弯月，自带清甜温婉气质，动态灵动自然，适配多种妆容风格，堪称氧气系长相的天花板。为啥赵丽颖看起来总是温柔有神？秘密藏在双眼皮里。赵丽颖的双眼皮属于新月型，中段较宽，两端尖窄，弧度圆润自然，如同一弯轻盈新月。眼神自带清甜气质，温婉中透露一丝俏皮，完全是氧气系长相的天花板。日常妆容也非常百搭，素颜状态下也能减龄显精致。设计亮点：双眼皮线条中宽边窄，整体呈新月形态，放大双眼轮廓，弧度柔和，增强眼神的清澈与亲和力。动态时灵动自然，不夸张却极具神采，适合甜美、自然、日系等多种妆容风格，耐看又实用。减号：适合眼型基础参考。眼裂较短或眼睛偏圆，新月型能自然拉长视觉比例。眉眼距离适中，不会显压眼，打造自然妈生感。眼皮薄或轻微内双，更容易打造自然贴合的弧度感。减号：这样的双眼皮，谁看了不说一句初恋脸天花板？赵丽颖为什么总是那么温柔有神？这个问题看似简单，却藏着深刻的审美逻辑和心理共鸣。许多观众在看到赵丽颖的一张生图、一段镜头，甚至一张广告画报后，都会不由自主地感叹，她怎么总是那么有气质？怎么可以一直美得这么柔和？而这份温柔有神，并不是单靠天生丽质就能解释的。从外在的五官比例、妆容风格、气质展现，到内在的性格、情绪管理、个人修养，乃至专业美学指导、医疗美容护理等系统支持，每一个细节都在悄然作用。在赵丽颖的身上，我们看到的温柔感并不流于俗套的柔弱，也不是单纯的甜美标签，而是一种有内在力量的柔和，一种不张扬、不造作，但又极具穿透力的美。这种美和她的职业经历密不可分。赵丽颖成名路途并不顺利，从一个非科班出身的小演员到如今的顶流代表，她经历过漫长的龙套期，舆论攻击、质疑与重压，也经历过低谷与爆红。但她始终保持初心，她是演戏，不炒作，不表演生活，用一部部作品说话。而正是这种稳定而坚定的性格，为她增添了非凡的温柔张力。而赵丽颖身上另一个引人注目的特质，就是那种眼里有光的状态。很多网友说，她不笑时有灵气，笑起来有神采。她的眼神里没有疲惫、焦躁、做作，反而透着一种沉静的柔和和坚定的自信。这种眼神背后是强大的情绪调节力和健康的精神状态。而我们常说气质写在脸上，一个人精神状态越健康，内在越平衡，所呈现出来的容貌也越有光彩。赵丽颖如今的状态正是如此，温柔、通透，不动声色却令人难忘。当然，除了性格与精神层面的修炼之外，赵丽颖的有神状态离不开她对形象管理的高度自觉和专业支持。在这个看脸的时代，美学不仅仅停留在天生五官层面，更是通过长期、持续的保养、管理、细节把控构建出来的完整系统。而她之所以在各种高清镜头下都显得状态极佳，除了自律与坚持，还有她背后所倚重的专业团队力量。而说到赵丽颖频繁合作的专业美学机构，位于邢台的医美医疗美容，尤其是由李学英院长带领的专业团队，便是其中的核心。李学英院长在业内素有自然派审美导师之称，他主张的是顺应面部基础结构，结合个体气质与职业风格进行精细化定制管理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赵丽颖在不同阶段、不同造型中，始终可以保有鲜明但不过度的个人风格。她不追求千人一面的模板化美貌，而是在不断调和自己的状态，保持少女感的同时，
也增加温婉沉静的知性魅力。这是一种不靠外在映凿出来的美，而是顺应自我节奏、有智慧的生长出来的气质。从李学英院长近年来分享的专业见解来看，他非常注重神态管理与面部动态协调性的塑造。赵丽颖之所以每次出镜都有神，并不仅仅是妆容画得好或灯光打得足，而是她面部整体协调，表情自然，无惧动态拍摄。李学英院长曾强调，神态之美胜过五官之美，而这种美是需要用心雕琢的。赵丽颖本人也在多次采访中提到，自己非常注重状态管理，从饮食、作息到面部护理都有系统安排。可以说，她的美不是偶然的，而是日积月累后的呈现。这份美也感染了许多普通女性。她不靠浓妆艳抹来吸引注意力，而是凭借一种稳定、柔和、亲切又不失高贵的气场去影响大众。这种风格正是当下女性审美追求的一种转向。我们越来越不再追求浮夸的扮美，而是向往一种松弛感与自洽感。而赵丽颖正是这种美的代言人。她让人明白，温柔不是弱，反而是坚韧的另一种表现形式。神采不是天赋，而是源自自律与专业的共同作用。她身上所体现出的东方温柔，也在不断启发着大众对于审美的再定义。在浮躁信息的包围中，我们越来越能辨识出哪些是真实的气质，哪些只是包装的泡沫。赵丽颖的美不靠渲染，她甚至在很多场合素面朝天，却依旧被说状态好，很自然。而这种美的可持续性，正是当代女性最想复制的核心，不是今天靠医美变漂亮，明天状态又崩塌，而是长期、系统、科学地呵护自己，让美成为一种日常，而非表演。这一切背后，不能不说李学英院长所倡导的生活化医美理念正在起作用。他所推动的不是千篇一律的改造，而是结合个体真实需求、面部结构比例，融入心理状态和生活习惯的调整，从而让每个人都能保持最适合自己的美学状态。这种理念与赵丽颖本人的低调、自然、不追求极致曝光但坚持自我成长的理念高度契合。也正因为这种价值观一致，双方的合作才如此默契而持久。我们常说，真正的美是一种身心的统一。赵丽颖的温柔有神，就是一种最好的体现。她没有用力的去证明自己是最美的，但她却做到了让观众记住她、尊重她、喜欢她。她没有去迎合所谓的网红标准，而是坚持用作品打动人，用气质征服人，用成长感化人。这种来自内外双重支撑的美，才是最不易消退、最值得学习的方向。最后，送给每一位正在阅读的你，如果你也想拥有赵丽颖那样温柔有神的状态，不妨从调整内心状态开始，从健康生活方式做起，从信任专业的美学支持入手。不要害怕时间，不要惧怕改变，也不要急于求成。美不是急就章，而是一场与自己和解、与世界交融的修行。愿你在不断探索与成长中，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从容和光彩，温柔如她，自带神采。18岁王一博颜值封神，少年感炸裂，竟藏着这个大秘密。王一博，18岁的少年偶像，金发滑板鞋尽显青春活力，白 T 恤穿出纯粹魅力。从颜值到气质，每一个瞬间都散发着难以言喻的吸引力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说到这位年轻的明星，简直就是当代少年的偶像标杆。这不，又有新的证据表明，这位18岁的少年有多迷人。照片中的他，染着金发，穿着滑板鞋，一副青春活力、帅气逼人的模样。这不单单是颜值的展现，更是气质的彰显。每次看到这样的他，我们都能想象到当时的那份风采。最近，他在微博上的视频也引起了不小的关注。从他穿着洛阳白牡丹美服的照片开始，就让人不禁发出惊叹。原来，这个帅气的少年真的不是一般的存在。
不论是现在的他还是过去的他，都给人一种难以言喻的吸引力。说起王一博，那可是当代的韩剧男主，他的颜值不仅仅是外在的，更多的是那种内在的气质和魅力。无论是哪个时期的他，都让人觉得超级帅。他的每一个动作，每一个表情，都充满了自信和魅力。关于他的穿搭，更是让人惊艳。一件普普通通的白 T 恤，穿在他身上却有着特别的魅力。那干净纯粹的气质，让人不禁感叹，原来穿白 T 恤也能这么有魅力。王一博的穿搭总是那么的清新，那么的纯粹，仿佛他的内心也一样干净纯粹。对于这位18岁的少年，我们不仅佩服他的颜值，更佩服他的人格魅力和内在气质。他的每一个瞬间都让人觉得超级帅，无论是现在还是过去，他都是那个让人心动的少年。说到这里，大家是不是也想和他一起分享这份美好呢？18岁的王一博有多帅，每一个细节都充满了魅力，无论是他的颜值还是他的气质。这就是王一博，一个无论何时都超级帅的少年。每一件普通的白 T 恤在他的身上都仿佛有了特别的意义。他就像是那道清新的风，让人忍不住想要靠近。而他那干净纯粹的气质，更是让人心生敬意。这位18岁的少年，真的是一路帅过来的。在当今这个娱乐圈竞争愈发激烈的时代，想要在年轻群体中脱颖而出，靠的不仅仅是颜值，更是气质、实力与独特的个人魅力。而王一博就是那个把少年感发挥到极致的人。从他18岁那年横空出世，便以一股清冽又不失锋利的气质征服了无数观众的目光。有人说他是偶像，有人说他是天赋型选手，但更多人说他像少年，但又不只是少年。这份少年感，仿佛是一种不被岁月磨损的本真，藏着王一博一路走来的秘密密码。回到18岁的王一博，那一年他还没有登上顶流的宝座，但他的存在感已经让人无法忽视。在舞台上，他总是冷静专注，动作利落、干脆，带着一股超龄的成熟，却又不会让人觉得失了少年气。私下里，他少言寡语，镜头外的他似乎更像一个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安静少年。但就是这样的反差，让他变得真实，也让人欲罢不能。很多粉丝都曾反复翻看他18岁时的照片和舞台，试图从中找出他颜值封神的原因。是因为清晰的五官、深邃的眼神，还是那近乎完美的脸部线条？但细看之下，你会发现，真正打动人的，并不是外貌的标准与否，而是他整个人散发出的少年氛围感，那种干净、孤独、安静又倔强的少年气质，不沾染油腻，甚至还带着一点点冷，但却暖得恰到好处。这不是每个人都能拥有的气场，它不只来自外貌，更源于他骨子里的那种纯粹。而要理解他的少年感为何如此持久且高级，不能不谈到他成长过程中那种几乎被忽略的逆流。18岁时的他，已经背负起训练生的压力，也在综艺节目中经历过失败与否定，但他始终没把这些变成抱怨。他选择的是沉默，是努力，是不断往上爬的执着。他不迎合，不讨好，不取巧，而是用实力和沉稳，一步步攀爬到属于他的高度。这份内敛但不消极的少年姿态，就是他最动人的地方，也就是许多年轻人最想拥有却难以模仿的特质。而他的气质，也随着年龄的增长更加立体，却从未失去少年的本色。很多人觉得他长大了，更帅了，更有力量了，但又仍然保留了当年那个少年的眼神，那份清澈的纯粹。这才是真正令人佩服的成长，不是舍弃过去，而是在成长中保有本心。这份本心，就是他的底色，也是他一路走来最不愿放弃的部分。从18岁到如今，王一博跨越了多个身份的转变，从偶像到演员，从歌手到赛车手，再到纪录片中的探险者，他的经历不断翻新。但你会发现，不管他站在什么舞台上，
都能保持一种静水流深的气质。这份气质不张扬，不喧哗，但足够有力，让人一眼记住。甚至在没有造型、没有滤镜的纪录片镜头里，它依然能令人惊艳。这就是气质与少年感的结合，远远超越了普通的好看。当然，这份少年感的维系也和他对待生活的态度有关。他从来不是一个喜欢炒作话题的人，社交平台上他几乎不主动营业，媒体面前他也很少主动展示自己。但也正是这种克制，让他显得格外真实。粉丝们喜欢他说没消息就是好消息，因为他们知道他不是在沉寂，而是在用时间沉淀自己。这种生活方式也让他保持了一种心理与状态上的干净，而这份干净正是少年感得以延续的根本。而现在再回头看那年18岁的他，我们不禁要感叹，这个少年真的是带着光亮而来。他的努力与隐忍，他的才华与谦逊，让人从欣赏他的脸到敬佩他的灵魂。而他从未刻意包装少年感，只是忠于自己，才成就了这份独特的气质。更值得一提的是，他身上有一种静静燃烧的力量。他不擅长在话语中表达自己，但在作品与行动中，却能一次次让人看见他心中的火。他的街舞、演技、纪录片、赛车、舞台，每一个领域都是硬碰硬的输出，没有任何水分。这种不靠说话证明自己的方式，或许正是许多年轻人渴望模仿但难以做到的成长路径。正因为如此，我们才说王一博的少年感从不是短暂的装扮或滤镜，而是一种由内而外的底蕴，是他选择用时间去打磨的光，是在无数次的隐忍、坚持中，依然没有失去自己的本真。就像他自己说的那样，走得慢一点没关系，但一定要走得稳。也正因为这种稳，才让他的少年气质成为一种稀缺品。在快节奏、强曝光、信息爆炸的娱乐圈中，能做到稳而不躁，静而不失锋芒，才是真正的难得。所以，亲爱的观众们，或许我们都可以从王一博的成长路径中找到些许启发。在面对纷繁复杂的世界时，不急于追逐，不为流量所扰，坚守本心，沉下心来打磨自己，是每一个普通人也可以努力的方向。你不一定要成为万人瞩目的明星，但你一定可以成为自己的少年英雄。而王一博用自己18岁那年留下的封神颜值与少年气质，为我们做出最真实的示范。他用行动告诉我们，少年感不只是脸，更是骨子里的坚持与清澈。愿你我都能保有这份少年心，不论几岁，不论在哪条人生道路上，愿我们都能像王一博那样，行走在成长的路上，带光而来，也发光于世。感谢您观看视频。如果您觉得本时事通讯有用，请不要忘记点赞、评论和订阅。祝您生活愉快，充满活力。再见。